哥林多前书第9章第19节到第27节这样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较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经文读到这里。所以今天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9章第19到第27节，我给它个名字叫做真的传道者。保罗写给哥林多的教会，这个哥林多城呢，它刚好就是在一个地峡的里面。这个地峡它有一个很出名的运河，叫做哥林多运河。因此哥林多在耶稣的时代或者在更早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城市，所以这就是当时很多人就选择在这个地方来做生意。也就是因为这样呢，哥林多古城呢，它当时就成为一个相当富裕的城市。在这个城市里面敬拜的神明啊是非常的多，最出名的就是在山上有一个爱情女神庙。整个哥林多城就变成非常道德沦亡还有生活淫乱的城市。因为在早期罗马人拜神的时候，神庙里面通常都会预备很多的庙妓，他们要跟这些来敬拜的人发生关系的。在那个年代呢，爱情女神庙里面呢，最少有1000个女庙妓。当时不止在山上，其实山下的每一个神庙都基本上都是这样子。当时的罗马人如果他们交谈的时候，如果你是女生啊，人家讲你是一个哥林多女子啊，他不是讲你是来自哥林多，他就是讲你就是一个妓女，你就可以明白呢，这个城市是相当的淫乱，里面全部都是充满了罪恶啦。哥林多不单单只是它有神明的敬拜，它就有一个特别的运动会，叫做哥林多地峡运动会。地峡运动会是2年一次，开放给当时的希腊人还有斯巴达人。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呢，很多人就来看了，整个城市就变成多元的城市。他们的种族不单单只有罗马人，也有希腊人，也有犹太人，来自五湖四海的商人、水手，甚至军舰都会在那边停泊。它的文化也是相当的丰富。结果哥林多教会就产生很多的问题。因此如果我们去理解哥林多人的话呢，他大概就是一个很开放、很自由、很有才华、很富裕、很虚荣，而且很会享乐。在这样的环境，保罗在哥林多建立教会。使徒行传18章第1节到第4节有讲到，保罗到了哥林多，在那边大概待了1年半，保罗就开始建立教会。刚好他就遇到了2夫妇，一个叫做百基拉跟雅居拉。这2个人呢，刚好遇到保罗，保罗就跟他们在一起呢，他们3个人就一起的支帐篷，一起的牧养教会。哥林多教会是从零开始，是由保罗一手一脚建立起来的。弟兄姐妹，哥林多教会建立起来，它基本上就是宗教林立、奢华宴乐的环境之下。保罗在那边传福音，保罗就面对很多问题。今天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呢，我们可以去理解整本书他在讲什么。其实整本书就是保罗在解决教会的问题，你把它分成大概4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教会的分裂，因为教会有人搞小党派啊，有人讲我是属保罗，有人讲我是属亚波罗，有人讲我是属彼得，有人讲我是属耶稣的。结果分派的时候，教会就吵架了。第二个部分就是淫乱的问题。第8到第10章呢，就是讲到食物的问题。过后呢，也讲到这个聚会很混乱，因为大家随心所欲，结果聚会乱七八糟。然后最后也就是有人怀疑耶稣没有复活。今天我们一跳就跳到第8到第10章。看第9章以前，我们必须了解第8章讲什么，因为第8到第10章是在讲同一个课题的。
第8章你一开始的时候呢，他基本上是在讲说，论到祭偶像之物，就是讲说到底我们可以不可以吃拜过偶像的食物嘞？其实如果你去看的时候，其实保罗不是要跟他谈到底可以吃还是不可以吃，你吃了会怎样，你没有吃又会怎样。其实保罗在第1节他就讲了，我们都晓得我们都有知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是造就人。其实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就出在呢，保罗离开以后，教会里面有一些基督徒就感觉到，哎呀，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什么都不怕，我们百毒不侵，人家拜偶像去吃啦，没有问题，他们就去吃。因为通常在那个年代，你要吃肉，通常都是在庙里面，他们拜过以后，他们才杀，然后才有肉吃的。庙是什么地方？你讲今天庙是一个拜神的地方，对，可是在保罗的哥林多的庙不只是拜神的哦，他们还有庙祭的哦，他们会发生关系的哦。保罗就处理了，保罗就讲，你们这些有知识的人，你们以为你们的知识是有的，结果你们是最没有知识的人。你们不要以为你们的知识很好。保罗就解释，如果食物叫我的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的弟兄跌倒了。保罗讲爱心很重要，就是呢，今天不管你吃还是不吃，你讲我吃我不怕，因为食物是来自神，我吃的话我的救恩不会失去的，没有问题。是，可是因为你吃，你的弟兄软弱跌倒的话，保罗讲我永远不吃肉都可以，我为了我的弟兄我牺牲自己。保罗在这里讲什么？有知识的人不要以为自己很厉害，然后就站在高位，以为大家都跟你一样坚强。保罗讲，如果今天看到有人比你弱小，你首先作为这么有知识的人，你要为他着想，你要想到他可能跟你不一样，他会跌倒。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你要放弃你本身的利益。保罗在第8章要讲的是这个，他讲你的爱心是要来体贴弱小的，你的爱心是要为他而牺牲自己。因此作为一个传道者，保罗讲你就应该有这样的心志。讲到这个以后，我们就来到今天哥林多前书9章到19到27节哦，我们又必须先看第9章的第1节到18节咯。第一段保罗就论到保罗的身份了。保罗在这个时候突然间讲自己是使徒的身份，保罗的使徒身份他被质疑哦。你去看他第1节他讲说，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我不是在主里面做工吗？若在别人我不是使徒，在你们我总是使徒。当时这些哥林多的信徒就质疑保罗使徒的身份，他们就觉得说保罗这个人不配做使徒，他们就在后面议论他。结果这个声音保罗就听到了，保罗就讲，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我见过耶稣，因为耶稣差派我的嘞。如果人家讲我不是使徒可以，因为他们不是我的会友，你们是我的会友，你们应该怎么样？更应该以我是使徒吗？因为你们在主里正是我做使徒的印证。人家讲我不是使徒的时候，你们应该 defend 我，你们应该跟他讲保罗是使徒来的，因为我们是他的会友嘛，我们知道他。保罗讲应该是这样子，你们现在反而回来问我。第3节讲，我对那个盘问我的人就是这样讲的，他们甚至盘问保罗，到底你是使徒还是不是使徒？你看到吗？会气死吗？这个教会是他一手一脚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结果现在他们开会有大会来问这个教会的开荒者，你是使徒吗？我们就要问咯，为什么保罗会被质疑咯？保罗讲，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姐妹为妻吗？所以这个我们就要问了，保罗为什么会被人家质疑呢？第一，保罗没有拿教会的钱；第二，保罗是单身的。你讲这个问题都会被质疑的咩？就是咯，弟兄姐妹的时候那些会友就是这样。为什么保罗他没有拿教会的钱呢？你讲保罗每天这样来来去去，要上去传道，要去这么多地方，他的钱哪里来？保罗的钱从哪里来呢？保罗是一个支帐篷的人吗？他在哥林多1年半的时间，他就跟百基拉、雅居拉一起，他们就支帐篷。保罗就靠支帐篷的钱养活自己，保罗就不拿教会的钱，好不好？好吗？一流保罗不拿钱给人家讲为什么？那些会友就开始讲了，不拿钱，不懂是不是背后有一些猫腻，对不对？
为什么人家全部拿他不拿啊？我们知道从圣经里面，保罗除了跟腓立比教会有讲过他拿他们的钱以外，保罗其他的教会他是一分钱不拿。保罗讲我自己赚，我不拿。另外呢，就是讲到保罗是独身的嘛，他没有太太，一个人去旅行的时候呢，人家就开始讲话咯啊，一定是后面有什么事情啊，很多人为什么没有老婆啊，就是这样的啦，你有也人家会讲，你没有也人家会讲，就是这个就是那些很可怕的咯。为什么人家会质疑他呢？保罗这个人基本上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保罗这个人他不单单是一个不拿钱，自己又没有老婆，他还怎么样呢？如果你看中文译本讲的，他的性又沉重又厉害，以致见面的时候其貌不扬，言语粗俗就是讲说他写信的时候骂到我们半死，结果人来到的时候样子不但难看，他是软弱的人，他的言语也被藐视，就是表示说其实保罗讲道人家不听的他们是轻看保罗在哥林多他有塑造这种的形象在他们当中保罗就给他们轻看，因为保罗比起其他的传道者，比如说亚波罗、彼得，哇，看到来看到去，保罗就是差一点。主后200年的书里面就记录了保罗的样子：身材矮小，头发稀疏，眉毛粗，面他的身体结实，鼻子好像鹰爪这样，丑不丑？所以靓不靓仔？不靓仔的，所以不靓仔的人很惨的啊！不靓仔的人去到什么地方，人家都要讲他的。保罗就是这样子咯。保罗就被人家这样去讲他，然后保罗讲我是使徒嘞，你们来质疑我，我不拿钱，你们又来质疑我，为什么呢？如果今天我们看今天的经文呢，我就更加明白了。今天的经文，保罗讲我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吗？如果你把这段经文看下去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我像犹太人。犹太人就是指当时这些肉身的犹太人。第二，律法以下的人，就是大概就是指那一些不是犹太人，他们信了犹太教，他们就各里归入了律法之下的人。另外一个是在没有律法的人，大概就是指外邦人。另外一个就是软弱的人，这里很大可能是在指罪人，或者是那些妓女，或者是奴隶啊，这些软弱的人。保罗就讲了，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做他们。因此保罗是甘心去做仆人，他的缘故是为什么呢？因为他要传福音给他们吗？我们来看保罗当他做犹太人的使徒，他是一个怎样的？如果我们去看别的书信保罗写的，其实保罗哪里会软弱？保罗讲我按照犹太人的身份，我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那个是大臣而保罗讲我在加马列门下，我的祖宗是最严谨的律法受教，而且呢我是法利赛人。第二，他讲我是第8天行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犹太人的血统里面最纯的那一条就是他。按律法来讲，我是法利赛人，我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的人更积极，更热心于我祖宗的选择。所以呢，保罗到最后怎么样？他去逼迫教会了。保罗讲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吗？可是哥林多人知道吗？不知道。为什么保罗在外面这么强？到了哥林多，他们全部看到保罗是一个又软弱又小声又难看，然后呢讲道又没有人听。第二，我们来看当保罗做外邦人的使徒的时候，保罗讲我生来就是罗马人，主派保罗去外邦人那边做传福音的，是上帝派他去的。保罗后来他自己传福音到了罗马，他又传福音给犹太人，犹太人不听嘛。后来保罗讲，所以你们当知道神的救恩如今要传给外邦人，他们也必听受。从那个时候开始，保罗正式他讲，你们不犹太人不要福音是吗？我就把福音带给外邦人。保罗作为外邦人的使徒，他是那种很努力很勇敢。马其顿没有犹太人，保罗跑到河边去跟那几个妇女谈，建立腓立比教会。保罗是一个这样的人，他传给外邦人，他也是很积极很努力。加上保罗讲我做软弱人的使徒，保罗讲我自己就是软弱人，我3次祷告神拿那个刺拿掉，没有拿掉。我做软弱人的使徒，不只是他自己软弱，他讲我也帮助软弱的人，帮助软弱的人。保罗行神迹，保罗还有赶鬼，保罗还叫死人复活，耶稣做的他都在做。今天我想问你，保罗的口才不好吗？保罗进到会堂里面跟人家辩论，保罗去到以弗所3年在那边辩论，整个亚细亚的人都听到福音了。保罗的口才不好，这样我们就要问为什么
保罗在这些外边的地方这么强，去到哥林多就被人家误会，为什么？人家没有东西找了，找保罗没有结婚啊，找保罗没有拿教会钱，他们拿来讲，为什么？还记得吗？我像什么人，我就做什么人，这个是保罗吗？所以我像软弱的人，保罗做什么人？他就做软弱的人咯，表示说哥林多教会是怎么样的教会？哥林多教会就是一个很软弱的教会咯，不能把更好的、更重的跟他讲，因为讲了听不懂。结果听了你就自己很厉害，就自高自大，有了知识。哥林多教会就是什么问题？就是骄傲的问题，就以为自己懂了一点，就跑去那边我要护教了，我要一大堆。保罗才用最简单的跟他们讲，结果讲简单的时候，他们又嫌保罗差。所以保罗讲，我才是绝对有使徒的权柄的。我有这样的使徒的权柄，是因为我是上帝差派的，我是耶稣差派来的。但是保罗讲，我因为了传福音的缘故，我愿意牺牲自己。就好像在第8章讲的，因为你们的弟兄吃拜偶像东西会跌倒的话，你们要放弃自己的利益。保罗讲，我为了福音的缘故，我把命给你们都愿意，但是你们却来质疑我。保罗就讲了，这个权柄我没有用过，我可以拿教会的钱。保罗讲说，做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你在服侍教会会有给你钱，那是应该的。只是保罗讲，我不拿。为什么呢？因为我的赏赐是要我的福音是免费给人的。换句话说，有一些的传道人来，他真的是为钱来的咯，对不对？你去看哥林多后书，就有一批称自己做超级使徒的，跑到哥林多去，就讲自己很厉害，就轻看保罗。后来要保罗拿推荐信，哥林多教会是很多问题的啦。保罗讲，我若甘心做的事，就有赏赐；不甘心做的事，责任已经托给我了。若是这样，我的赏赐是什么？我的赏赐不是要你们的钱，我的赏赐就是要我传福音的时候，人家可以免费得到。他就直接做了一个榜样，就是呢，保罗就讲，我现在不拿你的钱，我在你们这边服侍1年半，我1分钱不拿，我就是要你们可以知道呢，福音是白白的给你们。保罗宁愿降卑自己，他要做什么？他要传福音，他宁愿做众人的仆人，他宁愿被你轻看，他为的就是要你得福音。得到福音的话呢，保罗讲够了。这样你就要问哦，为什么保罗会因为福音的缘故甘愿为奴呢？因为耶稣讲的吗？至高的将要降为卑，自卑的要升为高吗？如果你不降卑，你怎么服侍最低的人呢？如果你整天在高高在上，你怎么可以看得到底下人的呼喊呢？保罗就降卑自己，他宁愿人家看不起他，他穿着衣衫褴褛，没有漂亮的样子也没有什么很高，那个讲话没有很多很深奥的话，就是跟你用很简单很普遍的东西。可是因为这样子，哥林多人就看不起他，为什么？因为哥林多人是什么城市？还记得吗？哥林多不是加利利的冈崩哦。哥林多是什么？是大城市哦，大家都是名牌货，大家都是坐大车，有大屋子。看到保罗来的时候，还穿那个没有牌子的衣服，杂巴浪的，哎呀，这个人很差啦。所以他们以貌取人。保罗讲，如果我要在你们这边高言大志你们不懂在哪里，因为你们听不懂。所以保罗讲，我不是要这样子。保罗讲，我甘心做这个事，就有赏赐。我若不甘心，责任已经托付了。所以什么是保罗的赏赐？我们就来看了。保罗讲，我的赏赐就是人家可以免费听福音。这样为什么保罗愿意这样做呢？保罗就引用了哥林多人才听得懂的话了。所以这一段呢，如果你是哥林多人，你一看你就明白了。他就讲说，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得奖赏。较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到那能坏的冠冕，我们却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们奔跑不像无定向，我们斗拳不是打空气。我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弟兄姐妹，刚才还记得吗？有一个运动会是在哥林多做的，还记不记得？就是地峡运动会，对不对？他
2年一次，虽然它小型了。地峡运动会呢，很多来自这边附近的城邦呢，就来参加这个比赛。因此呢，保罗讲你们也很应该这样跑。为什么？因为跑步在那个运动会里面是最多人看的，最刺激的。所以呢，保罗讲呢，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奖赏。所以这个你们是指谁？哥林多人哦。所以保罗不是讲我这样跑啊，保罗讲你们也应该跟我一样。保罗讲我传福音是吗？我降卑自己是吗？我很努力对吗？对，你们讲啊，保罗做得很好，拍手拍手拍手，保罗做就好是吗？啊，牧师讲道很好，牧师传福音很好哦，全部牧师做就好，我们怎么样？我们就看牧师做就好，是不是？不是，保罗讲你们也要这样做，你们也要得奖赏。我有我的奖赏，保罗讲我的奖赏就是人家免费听福音，你们可以信耶稣。你们这些人怎么办？你们也要跑步了啊？要跑步啊？所以地峡运动会呢，2年一次啊，弟兄姐妹，当时是很受欢迎的，很多人就来了。所以这个运动会呢，不只是跑步，它里面有拳击、有摔跤、有丢枪，甚至后来有诗歌朗诵，甚至还有歌唱比赛。你想一下哦，2年就有一次比赛，荣耀重不重要？很重要咯。当地的人就做运动咯，对不对？他们要不要训练自己？要拿第1名，要不要训练自己？他们当时最出名的就是斯巴达教育了。他们斯巴达的训练是几时开始呢？从小孩子7岁开始到20岁，离开母亲，从7岁3个阶段就开始训练了。出来以后，不单单他20岁，他可以当兵代表自己的家。他在那20年里面呢，他基本上就是一个很强的斗士。所以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就去运动比赛。他长大以后，他就当兵，然后呢，就把荣耀带给自己的家族。因为对他来讲，这个是家族的威望来的。因此，这些小孩子小小就被训练。被训练的时候呢，他们就要攻克己身，他们要运动了。你就看保罗写信给外邦教会，他每次都用这 terms 的哦。你们要跑步，奖赏的只有一个，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所以还记得腓立比书吗？他讲弟兄们，我不是自己已经得着，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嘛，对不对？因为以前跑步就是只向着标杆跑，他们是向着那支杆，你跑到去，谁摸到谁就赢了。重点只有一个，冠冕只给一个人。所以这个冠冕呢，拿这个旁边是 Olympic 是拿这样的有叶子的，地峡的是拿这个草的。所以这个冠冕呢，保罗讲是必坏的冠冕。看得到它是什么做的吗？它不是金做的，它是什么做？它是树来的啦，过2个礼拜就坏掉了，基本上就是这样子而已。冠冕你可以放在家里面，没有的，就是拿住，当时就宣布你的全家就荣耀，这是在当下那一刻而已。过后呢，明年再来过。所以罗马人很实际的，所以保罗就讲到，他们拿的不过是能坏的冠冕，我们拿的是不能坏的冠冕。因此，保罗在他最后一封书信，也就是他写给提摩太的时候，他在还要被砍头的时候，他就讲什么？他讲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当跑的路我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所以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而且呢，当时是主要在那个时候赐给我，不但赐给我，也要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也就是所有的基督徒。如果你在这个跑步的路上你有份的话呢，你跑完这个路程，你的主就在终点把这个冠冕给你。这个冠冕不是那个草会坏的，这个冠冕是永远的，因为你在永恒里面拿到的。所以弟兄姐妹，因此他讲说，我们奔跑不是无定向，我们斗拳不是打空气。跑步需不需要有一个终点？很重要咯。如果你讲跑 OK， 我们来跑哪里？你随便乱跑不可能的嘛。OK， 我们这里跑到对面那个地方我们停大概是这样子，或者跑3圈跑5圈，这个是一个方向吗？我们斗拳不是打空气，斗拳要打一沙包，对不对？打拳这些全部都是在运动会里面做的。所以保罗讲要向着标杆直跑嘛。这样我们要问这样今天这个标杆是什么？运动员跑的标杆是要拿必坏的冠冕。这样今天保罗讲我们的标杆是什么呢？他讲你们要向着标杆直跑吗？如果这样的话，保罗讲我要攻克己身，叫神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请告诉我标杆是哪一个？哪一个是我们的标杆？哪一个是标杆？今天保罗讲这一句话的，你们向着标杆直跑，所以我们要攻克己身，叫神服我。
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就被弃绝了。什么东西是最重要？啊，传福音啊！我攻克己身，叫神服我的目的，就是为了传福音吗？所以这个才是标杆吗？所以因此，人他们攻克己身，叫神服我的时候呢，保罗讲只能够拿必坏的冠冕。但是我们讲攻克己身的时候呢，攻克己身这个字，还有叫神服我这个字，在原文里面呢，什么叫做攻克己身呢？攻克己身就是给他一个黑眼，明白意思吗？打他眼睛，打给他黑眼，就是打一拳下去给他中他的黑眼。然后呢，叫声服我就什么呢？就是把他 KO 掉，大概是这样子，把他打掉。所以保罗讲，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你要传福音，你要认真的传福音。你不是今天唱歌跳舞，参加很多的聚会，在那边读很多圣经。你更重要是什么？在你的身体上，你要先训练自己，好像斯巴达那样。怎么样训练呢？保罗讲，攻克己身，打那个黑眼，把你的身体打到他服，然后呢，让他整个身体服你，让你的头脑去控制你的身体。因此呢，之后保罗我就从第8章开始讲咯。如果你是自高自大的话呢，保罗讲你要攻克己身是怎么样？用爱心待人咯。如果你是那个人家软弱的话，你要攻克己身怎么样？不要去轻看他，反而是甘心为他放弃你的利益。如果今天为了传福音的话，你可以宁愿不拿奖赏。今天为了传福音的话，你宁愿降卑去服侍人，因为你像什么人你就做什么人。因为你今天传福音的话，你就攻克己身，让自己的身体服你。保罗去劝勉提摩太的时候，保罗讲什么？他讲你们这些是要提醒弟兄们，在真道的话语上，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就是讲说你在上帝的道上，你需要怎么样服从，然后你要得教育。因此呢，弃绝那个世俗的言语和老妇的渺茫的话，什么意思？把世俗的言语放弃，还有老妇的渺茫的话是什么意思？世俗的言语就是全部东西关于这个世界的，保罗讲不用去讲的东西，没有用的，帮不到你。老妇的言语怎么样？就是那些吃饭啊，那些安弟啊，那些安哥啊，那些八卦的东西啊，放弃。保罗讲，第一你要做什么？努力真道。第二你要教育善道。第三你要弃绝世俗。第四你要操练敬虔。所以操练敬虔好过你操练身体。你要这样子做。不然的话，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我自己反而被弃了。就是我传给人家，人家信，人家比我好，结果我一拳人家打我，身体把我打败，我就倒在地上了。所以保罗讲，今天传福音你爬都要爬到终点去，你不能够半途而废的。保罗到最后都说我可以亲眼看上帝，为什么？因为我的头被砍掉，我也知道甘愿了。保罗讲，所守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当打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作为保罗讲，我今生无憾，因为我已经到终点了。弟兄姐妹，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每次讲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都是讲人家的事，不是我的事。然后我们祝福祷告，我们就要上帝祝福我多多，对不对？然后传福音的时候，我讲，哎呀，那个是人家的事，那个是牧师的事，那个是组长的事，那不是我们的事。可是保罗讲，每一个人都是，因为大家都在跑步，你跑得慢不用紧，但是你要跑完。然后你要怎么样可以跑得好呢？训练自己。怎么样训练自己？不是每天去做运动，而是什么？操练敬虔，在生命中开始去对人家好的降卑自己，去服侍人。因此呢，你的整个生命就有能力跑到终点去。所以跑到终点的时候，你的主就会在终点等你。所以保罗讲要小心啊，不要等一下人家到了，你传福音，人家到终点，结果你自己在后面被弃绝了。所以怎么办呢？弟兄姐妹，认真的去好好的去把福音带去给需要的人。你讲我老了怎么办？弟兄姐妹，保罗很老，保罗还是做到他头被砍下来还在停下来。所以保罗跟提摩太也是这样，结果提摩太也是很老，做到最后被训到的时候他才停下来。每一个使徒都是这样子，今天我们才有信耶稣的可能。所以弟兄姐妹，前人给我们立了榜样，后人的我们要给我们的下面的那一代留下什么？恐怕就是我们要努力的活出信仰来。今天这一段保罗讲，作为一个传道者，不是你要得什么，作为一个传道者是你要放下什么。
作为一个传道者，今天你看到的东西是什么？不是你要得到的奖赏。保罗讲，你先搞定你自己，你走完以后呢，上帝就在终点等你。要记得，福音的种子已经交给你，你们会在你们的亲戚朋友当中作为基督的光。盼望呢，你们见到的亲戚朋友的时候，你能够把基督的好榜样、好行为照亮他们，好让他们看到你们的生命是与众不同，他们可以认识你所认识的耶稣。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把今天的整个信息向你仰望，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自己的软弱。主啊，我们的肉体的情欲常常拦阻我们，我们心中的这些的污秽常常让我们不能够走到主的面前。求主的灵在这个时候光照我们，让我们的眼睛可以看见自己的软弱，然后我们在神的面前靠着圣灵的大能，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走完它。主啊，这条天路是不容易走，但是以马内利的耶稣与我们同走。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你恩待，求你扶持，愿神你自己赐福保守。我们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感谢你收看我的频道，欢迎你们订阅、分享、点赞和留言。愿上帝与你们同在，祝福你们，谢谢。